所以呢，我们可以以不同的店家名称的清单，或者是店家电话的清单来建立我们的资讯。但是呢，我们把不同的资讯放在不同的清单内，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索引来取得各项资讯，组成一个完整的店家资讯。那我们怎么去取得第几个索引值的一个店家资讯呢？我们可以使用清单中索引来读取我们的项目资料。那以这个例子来讲，我们要读取店家名称清单所建立的第一个清单的位置，民族火鸡肉饭为例子。那我们怎么去读取呢？在我们的清单的程式区块里面有一个叫做选择清单中索引值为清单项目。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店家的名称清单里面去取得第一项，那这个索引值啊，就是从1、2、3、4、5、6、7、8、9、10一个这样的方式来排列。那我们的 APP Mentor 2它的索引值是从1开始的哦，跟一般的程式语言从0开始不太一样哦，所以这个要稍微特别注意一下。那我们取的是1，代表我们的第一项，那我们就会取出什么东西呢？民族火鸡肉饭。好，所以呢，当我们这个选择清单那个左边的凸口，我们就可以去接一个变数，或者是接一个标签来显示它的内容。所以呢，在我们这里的话，对不对？一般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店家名称清单中括号1，那这个就是在表示说，我们要从店家名称清单里面的第一个索引值取出我们的项目内容。那一般我们的阵列也是这样的方式来表示，但是 APP Mentor 2它是用那个所谓的程式区块或者是软体积木的方式来组合，所以它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如果我们要选择第几个，好，就去改变这索引值中的这个值，但是这个值必须要记住哦。如果我们只有10项，只能取1到10。如果你取11的时候，程式会出错。所以呢，你必须要知道清单的大小。那清单的项目的里面有几项，基本上也有所谓的软体积木可以来组合取出它的大小。所以呢，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你在取这个索引值的时候，不可以超出它的范围，它的储存的范围。比如说它10个，所以呢只能读1到10，不能读负的，也不能读0，或是超过它的范围。那除了我们可以用所谓的那个清单来储存我们的各家火鸡肉饭的店家资讯之外啊，那我们这个是今晚吃什么，就是由 APP 来帮我们选哪一个店家。那我们就需要用到一般我们在设计所谓的抽奖啊，或者是抽号码的一个随机的功能。那在我们的 APP Mentor 2的程式区块里面啊，它一样有一个叫做数学。数学里面的这个模块，就是它的软体积木里面，你去稍微卷动一下，可以发现3个跟随机有关的。第一个是从1到100之间的随机整数，那你可以选这2个范围，从某到某的一个随机整数。那1到100啊，是指说我们要从1到100之间随便选一个数，那它选出来的数就会可能是99或者是50，但是它不会超过100，也不会小于1。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个来做我们的选择。那除了随机整数之外啊，它还有随机小数。随机小数就是它是有小数点的，那这个选出来的那个随机数就更混淆一点，就是更乱一点，就是更能够表达不一样的。那我们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是设定随机的总指数，就是说我们希望让我们的随机整数选出来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有乱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它比较有随机的一个分布。那我们可以把随机总指数设为我们目前的时间，因为通常时间它都是一个每一秒它的值都会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的时间是一直在累加的，所以呢，每一次用不同的时间来当做我们的随机总指数，所选出来的随机值就重复性不会那么高。但是这里我们不需要用到，我们只需要用到我们框起来这个地方用整随机整数。为什么用随机整数呢？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清单里面的索引它是一个整数值，所以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好，那我们怎么去用这种所谓的随机整数来做我们的选择呢？那基本上啊，我们可以利用刚所看到的范围内的随机整数作为店家资讯的一个索引值。索引值啊，刚我们在所谓的清单里面有看到嘛，我们可以透过索引值去取得第几项式的一个清单内容。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样子，假设我们设计的一个权益变数叫店家索引编号，那这个店家索引编号啊，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显示哪一家店家的一个资讯的一个编号，那所以它是个索引，等一下会有做清单的一个对应。所以呢，我们就从1到10，因为我们这个 APP 是要做1到10的一个火鸡肉饭的店家，让我们来透过 APP 自由的选择哈。所以呢，我们的随机整数就从1到10，那1到10随便选出一个数，塞给谁呢？塞给店家索引编号。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所谓的随机整数跟我们的清单选择清单的索引值来取得我们的选择店家的名称。所以每一次选出来的店家名称都不会一样。那同样的方式，既然我们的店家名称可以透过我们的随机设定它的店家索引编号之后来取得，那我们只要用同一个店家索引编号，我们就可以取得照片清单、地址清单、电话清单、营业时间清单，中间都可以用同一个索引值指到同一个店家资讯。那我们再把这些资讯透过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文字的合并的方式，把它整合成一个资讯来显示给使用者来观看，就可以来达到我们所随机选择火鸡肉饭店家的一个资讯。好，所以呢，在我们这里，我们就依随机整数值，从5个清单中以索引值来取出我们的店的名称，还有照片的档案名称、地址、电话、营业时间来显示给使用者。那我们这个的今晚吃什么 APP 啊？它没有输入，为什么？我们的清单已经事先储存在我们的 App 内了，所以呢，它没有做任何输入，所以我们变成是直接点选动作来做触发，所以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按钮来触发我们的随机整数值的一个取用。那当我们取用出一个随机整数值之后，把这个随机整数值设给我们的店家索引，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店家索引的编号来从5个清单中读取各个项目的资讯，来显示我们所选到的一个火鸡肉饭的店家资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程式设计的一个处理流程，大概怎么来做呢？那它也是一个循序的处理一个组合哈。首先我们就是利用我们刚所讲的，用按钮来触发我们的随机整数的选择。那随机整数记得要设定它的范围，如果你只有10家店，就设1到10；那如果你有20家店，就设1到20。那所以随机整数选出来的就塞给我们的店家索引的编号。那这个索引编号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来使用。那根据我们所取出的索引来取得名称清单中的资料项目来显示我们的店名。店名找出来之后啊，再来找显示的照片的档案名称，然后呢再显示地址清单，取得它的地址资讯，那再取得它的电话，电话清单中取得电话的资讯，那再依序取得我们的营业时间，它的清单中的营业资讯来显示。所以这个 APP 基本上设计起来非常容易，那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建立清单的内容，因为建立清单内容必须要搞清楚每一个店家它对应的资讯的关系，这样子才不会说我们选出来的资讯是不太对的。好，那我们以 IPOD 来拆解我们今晚吃什么这样的一个 App 的设计，我们看一下哦。那因为呢我们这里没有做所谓的输入，所以呢 I 的部分就不见了，但是我们有 process 的部分。那 process 的部分就是处理我们的一个随机整数的选取，就是选取哪一个店家，那这是用随机整数的方式来取。那接下来呢，后续的就是我们的输出。为什么？我们就从5个清单去取得我们所对应的各个店家的资讯，店家名称，店家的图片，店家的地址，店家的电话以及它的营业时间，来输出给使用者来观看。但是呢，我们的变数就蛮多的，所以呢，资料部分有店家名称的清单、照片清单、地址清单、电话清单跟营业时间的清单。那我们有一个变数来储存我们所选出来的一个索引编号。所以呢，在我们这里的话，对不对？我们用 IPOD 的方式来拆解我们的今晚吃什么的 APP 的设计。那应该很清楚说我们要设计的资料以及我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方式。